T， 你在质疑我的同时，是不是应该先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？你还乐在其中呢？难道用杀人挣来的钱去安抚你的父亲吗？说真的，你爸爸有没有夸过你？哦，我差一点忘了，你也应该没有告诉过你爸爸，告诉他，你研究的犯罪心理学是用来杀人的玩意儿。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你永远得不到你爸爸的认可。别打了，绝别打了！你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，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看到了该怎么办？你还在意他？他已经为了别人抛弃了自己的信仰。我们算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遭到不明身份的网络攻击。听说，如果当年我失忆、换身份这件事，都是字幕团安排的。他们干嘛当时不直接杀了我，反而让我活下来，留个隐患？我明天就会向局里申请，去调查5年前的事情。过不了多久，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你曾经是卧底的事儿，也就可以公开了。信家说要你注意身边的人，你怎么看？试试呗。试试？怎么试啊？你打算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试一遍？除了你。要我说，别人我不敢讲，周小传肯定不是。为什么？他那么二，人家字幕团也是要选人的，好吧？他怎么能当连环杀手啊？你也这么二，我不也选你了吗？我虽然很二，可是他比我更二。还有冷面和唠叨，虽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长，可是我真的不希望是他们。那许思白呢？那个家伙，肯定就更不是啦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我身边，根本就没有半点异常。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什么
医学研究啊、法医鉴定上面。我觉得有的事情呢是可以装一装的，但有的事情肯定是装不了的。比如一个人内心的纯净、坚定的意志、纯粹的追求。你想干嘛？你猜啊？报告。进来。韩琛，该做的铺垫我已经做好了，跟上面的话我也没说死，我只是说，根据少量的迹象显示，单锡生可能有漏网之鱼，我们没法立案调查。好说歹说，差不多磨掉了我半张脸皮子。上面总算是同意让我们先做一些秘密的调查确认工作，但是当年的档案详细资料涉及一些敏感内容，不能全给，只能给一半。要给就给全套，他们这算什么意思啊？你废什么话？天高皇帝远的，你拿了尚方宝剑，你还想卖乖啊？把你的傲气好好的放在案子上。是。韩琛，这事儿我就算正式交给你了。如果说我们的警队里头真的有犯罪分子混进来，你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得把他给我们揪出来。我们人民警察就是为了维护公平、正义、道德和真相。我们是人民安稳生活的基石，更是打击犯罪分子的尖刀。如果说我们这把尖刀上真的有了污垢，那么我们哪怕是手握尖刀，洒尽热血，也得把它拿下。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不想亲手抓住犯罪分子的刑警，不是好刑警。我希望你们黑盾组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现在有什么怀疑对象没有？目前有一个人。小白，韩申，你要的资料我给你。来的正好，我刚从信息中心回来。昨天晚上咱们被不明黑客给袭击了，其他资料倒没什么损失，就是关于5年前的帝都案件，还有新家的资料遭到破坏。你看，这几个人的资料你也帮我找一找。小帅，啊，明天组里召开新家还有5年前连环凶杀案的讨论会，你帮我把徐自白医生还有许南博请过来。好。老徐，哎，锦溪，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小庄跟你说了吧，明天想请你来参加讨论会的事儿。说了，我也已经答应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最讲义气。我来呢是想请你帮个忙，你不是在 T 和 E 的身体里面都发现了芯片吗？那有什么最直接的方法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是不是有芯片？有2种方法，一种简单粗暴，一种迂回隐秘。我个人以为，如果是许南博那样的聪明人，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引起他的警觉。那你就先把2种方法都告诉我呗。徐教授，好，小壮，久等了，这边请。来了。哟，什么时候装的这个呀？最近有恐怖分子吗？哦，部署检测中心最近送来一批新产品，说是要在警局内试用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将来会投入更多的部门。好，啊，请吧。收到。果然有反应。哈，今天早上跑步的时候，这个计步器忘摘了。
许师兄，你来啦。小师妹，这位是韩晨，这位是我的师兄许南博。你好。你好。很高兴啊，你能答应到我们黑盾组来当顾问。就是看你的面子，我才答应来的。是我的荣幸。有师兄的加入，我们要侦破5年前的案子，一定可以事半功倍。这边请。那咱们开始吧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黑盾组新来的2尊大神。其实大家在一起已经算是共事了一段时间了。 但是都没有机会好好介绍。这位是徐四白徐医生，大家都认识了，江城第1快手，之前也帮了不少忙。这位是许南博教授，贝氏来的犯罪心理学专家，这次是特地来帮我们黑盾组忙的。上次的案子他也有帮忙。现在我们黑盾组有全省的刑侦精英，优秀的法医顾问，还有犯罪心理学的专家坐镇。 这次5年前的案子重新调查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挖掘出更多有用的线索。希望大家能携手，共同攻克这次的案件。是。小传，你先来说说吧。好，我把5年前所有的相关案件呢，根据警方的调查、受害人的背景，还有作案手法以及后续的一些报告做了整理。各位请看。 5年前的案件是一宗性质恶劣的连环杀人案。除了最后一次警匪激战之外，之前零散的谋杀案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：第一，连环枪杀案； 2，连环爆炸案； 3，连环毒杀案。还有一些无所属的案件，我暂时无法做出细致的归类。字母团的变态杀手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进行分工，比如说像 T， 他是一个枪手。 在乌灵山的案子，最后他也承认了，一连串的枪击案是他犯下的。还有辛佳，他是化学实验室的助教，擅长制毒，所以那一系列的毒杀案件应该就是出自他的杰作。辛佳说过，他只参与制毒，不参与杀人，所以说这个组织里一定还有一位利用毒来杀人的杀手。我们可以抛开这个枪击案不管，可以先猜测一下。 这些杀手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案件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连环爆炸案吧。这个连环爆炸案一共有8起。第1起，受害者男，48岁，是某上市集团副总裁。他在被绑架的当天，家中的保险箱失窃，失窃财产数目不明，银行账户中超过数千万的资金被转移海外。 几日之后，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发现他的尸体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尸块，因为他当时已经被炸成好几块了。手段可真够残忍的，太没人性了。第2起，受害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，他在被绑架的时候身上挂满了炸弹，扔到了闹市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炸死。 而且资料上说，闹市区的围观群众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伤。那看起来，这个会爆破的杀手，他对炸药分量的控制是十分精准的。案件当中的受害者，除了平民，还有富豪，所以很难寻找规律。看这些人的死法，杀手是拿他们的生命在开玩笑。师兄啊，听了这些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好，那我就先丑先说了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凶手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连环杀手。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像个孩子。这一点，无论是从他对受害人的选择，还是爆破的方式，以及地点的选择，都体现了这个特点。他杀的目标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律跟联系，比较随心所欲。他还多次改变爆炸的手法和地点，这些肯定不是杀手组织要求的。他就像是在不断地探索一些新的方法，更像是把这一切当成一场游戏。第2点，
就是他的年纪。当时他应该已经成年了，不会太小，否则那些很复杂的爆炸理论知识他没有办法掌握，而且体能上也不能完成犯罪，当然也不会太大。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些作案经验，即使是变态，他也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新鲜劲儿，作案的手法就会更趋于稳定，就会选择一些自己最舒服、最喜欢的方式来犯案。而当年的他，更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探索者。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的年龄大概在25到30岁之间。第三，这个家伙虽然办案的手法看起来像一个孩子，没有什么章法，又充满了好奇心，但事实上他非常可怕。他没有同情心，而且很残忍。他多次把受害人丢到公众的视野，在路人围观的状况下直接引爆炸弹。他这么做，除了玩弄受害人，还在嘲弄大众，挑衅警方。他这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报复行为。我想这个家伙，他一定是遭受过某种背弃，受过很严重的心理创伤。对啊，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。第四，如果他有这样的心态，那当时犯案的时候，我猜测他就会躲在人群里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猎物一点一点地接近死亡。之所以没有被警方发现，是因为他非常善于伪装，他的形象跟气质应该非常容易伪装成普通的路人或是大学生。另外，他的情绪控制和观察能力应该非常强。最后，我认为5年前的他年轻气盛，情绪不稳，这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确实不太容易被控制。可事实上，他因为遭受过心理创伤，他内心对情感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。另外，他会效忠于能够理解和认同他的人，并且忠诚度会相当高。所以等我们展开追捕，他很有可能会第一个跳出来，公然挑衅黑盾组。小师妹，你分析的真是不错，不过你好像遗漏了一点。是吗？哪一点？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分析犯罪心理都是从罪犯已有的行为中找证据，但有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从罪犯没有的行为中找证据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别打岔，听徐教授说下去。那，你想想，这么多起爆炸案，死伤无数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没有儿童伤亡。1次2次可以说是凑巧，但这么多次，只能说是罪犯有意避之，他不想伤害儿童。师兄的意思是，他其实对孩子还是存有一些仁慈的，不愿意伤害他们。是。果然啊，师兄就是师兄，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来说说这个投毒杀手。刚才韩警官说只是负责制毒，好，那我们假设他有一个负责毒杀的搭档。在字母团案件里，死于毒杀的受害者是最少的，而且没有无辜者。杀人的准则就是不滥杀无辜。从资料上显示来看，只有他和 T 做到了这点，那说明这个杀手非常有原则，他不会突破自己的底线，即便是身处在这个变态的组织里，他也可以控制自己，不轻易犯案。他是一个自律性很强，甚至可能和 T 一样，是一个道德观尚未完全泯灭的杀手。虽然杀得少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处理尸体看出他极其扭曲的内心世界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些照片上的死者都是因为服下剧毒而身亡的，但是他们的表情看着非常自然，衣着也很得体。如果说刚才那个爆破专家，他想要的是支离破碎的残缺美，那这个投毒专家，他所追求的就是端庄精致的高品位。
师兄的意思是说，这些尸体都是被处理过的。是的。所以我分析完得出的结论跟你是一样的。这个杀手当年的年纪应该在25到30岁之间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交群。严格的自制和扭曲的疯狂，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。看来这个人平常一定是个体面严肃，而且又十分压抑的人。也许，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走，吃饭去。走。哦，吃饭，走了。小白，中午吃什么？我帮你带。我要。这个工作已经有人负责了，你忙你自己的吧。老大，以前在江城的时候，哎呀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记不住呢？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。不是，我以前在江城的时候都是我负责。你要是闲的话，就陪我们打拳。走。哎，放我！你们俩夹着我干嘛？你们，哎呦，放开我！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不知道哎，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。你想吃什么？要不我们还是去食堂吃算了。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追求？你现在可是有主的人了，想吃什么都有人给你买单，可别克扣自己啊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了。锦溪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饭，要不要一起？好啊，我好久没有吃过你做的牛肉饭啦。白小姐的午餐已经有着落了，不劳你费心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徐，我们刚才确实说好了一起出去吃的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午餐都由我来承担，记住了，不要再给别人添麻烦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徐，拜拜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样让老徐很下不了台的。他下不了台，那我呢？啊？之前就有这个老徐，现在又来了什么师哥？搞什么呀？你吃什么醋啊？全都是你酿的醋，我真就服了，哪儿找来这么个老婆？别乱叫啊！谁是你老婆？我很认真的告诉你，早点让徐子白断了念想，我容不下他。我跟老徐是兄弟，是哥们儿。再说，我的心思他应该都明白。就算他明白，但一见到你，没有人愿意想放手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许南博的表现，我们根本看不出什么破绽。虽然有他跟陈丽江同时出现的监控画面，但这个证据确实是太弱了一些。要是他否认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刚才通过了安检，就说明芯片根本就不在体内。可是之前 T 和辛家身上都有芯片啊，难道我们的猜测不对？不是字母团每一个人都会有的？如果是有人提前跟他通气，他把芯片取掉了呢？你是说局里有内鬼？我不希望有任何来自于内部的不安定因素。很简单，交给我，我有办法让那个人自动现身。今儿这肉排真不错啊，好吃。那你打肉排那姑娘是不是看上你？你那块肉排比我大那么多啊！我是干活的，你一看就是吃干饭。切，哟，老大，正好找你们有事，跟我去趟信息中心。好。都吃过啦。哎，小师妹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啊，韩晨和秦队临时开会去了，小张他们去技术中心了。前几天不是资料库被盗吗？很多资料都没有了。技术科的这些同事特别牛，恢复了很多。小张他们一会儿就会带回来。恢复就好，这样我们侧写的范围就会缩小很多。确实。哦，对了，老徐，有些东西我想请你帮我看一看。
这个呢是5年前那个大案一些没有被公开过的资料。那除了连环爆炸、投毒，还有狙杀之外，还有一些案件还很难判断作案手法。比如说像这些受害人都是死后被人给肢解尸体的，所以很难判断死因。这么算起来，这个杀手组织除了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杀手之外，还有一个是比较精通解剖技术的。可是对于这个人呢，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还特别少。你帮我看看，看能看出些什么东西来。从尸检报告来看，凶手肢解的方法非常娴熟。我觉得凶手是我的同行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报告说，尸体的切面是矢状切面，这是学过解剖的人才会的手法。尸体的切面平整，骨肉肌腱处理十分干净，说明凶手对人体结构十分熟悉，解剖技术精湛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他可能是个外科医生，也可能是个职业法医。那除了能够看出凶手是学过解剖之外，还能看出其他别的吗？报告中说，凶手用高温烹煮的方法处理过尸体。虽然高温可以让尸体的 DNA 产生热变，但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说，要恢复死者的 DNA 信息也不是难事。他这样做除了给法医鉴定增加了麻烦之外，我觉得并没有多大作用。另外，尸体在人流量很大的车站以及公园附近被发现，一般来说，碎尸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，便于弃尸。但这个凶手显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否则他大可以将这个尸体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或者干脆扔进河里。我觉得这2点非常矛盾。我觉得这个罪犯的性格非常分裂，他精通解剖技术，不是医生就是法医。他平常所做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，而心里面却藏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杀戮欲望，想要破坏、摧毁一切的分裂狂。哎，徐医生，这个犯罪心理学侧写倒挺像你的。我想我5年前应该还没有这么高的解剖技术吧。我这个师兄啊，就是喜欢开玩笑，你别听他乱说。心理侧写只是个大概的框架，并不是每个符合侧写条件的人都是凶手。徐医生，你不介意我拿你举例子吧？我不介意。喂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有事情要先出去一趟。这个案子其他的资料都在电脑里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哎，晴熙。我想说，等这个案子查完了，我做顿好吃的，请你们大家去我家里吃饭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拜拜。怎么样？我的这份侧写呢，完全是按照老徐的特征做出来的，可是他完完全全把所有的要点、疑点都分析出来了。如果他是连环杀手，他干嘛要这么做？赤裸裸的把矛头指向自己啊！我跟你说了嘛，不可能是他。好吧，那就暂时先排除他。还有，他刚才说了，等这个案子一结束，就请大家去他家里做客，他给大家做好吃的。这就说明他把你把我都当成是好朋友，以后不要什么事情都处处针对人家。只要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人，我必须得搞清楚他们到底是敌还是友。你这个人呢？杰西。干嘛呀？这是在局里，万一同事看见。看见就看见，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是我韩晨的女人了。真是受不了你！哎，说正经的，刚才这个吻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来一个？神经病！
5年前的地图，你把这块放大给我看。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我跟小传刚从信息中心回来，技术部的同事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之前由于黑客入侵导致了一部分相关案件的资料被损坏，但是经过他们的数据恢复，已经复原了当时的一部分资料，而且这部分资料当中有一个当年嫌疑犯留下的指纹。那枚指纹现在正在恢复，技术部门的兄弟告诉我，只要恢复完成，第一时间就发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指纹库的指纹进行对比，就可以早日抓到凶手。而且我已经把一部分文字资料传到了系统内，大家可以登录查看。干得漂亮，老导。等数据恢复以后，第一时间发给我们。好，那我先把筛过的犯罪嫌疑人名单准备好，等指纹一出来，第一时间做比对。行了，都去忙吧，等你们好消息。冷面，我跟唠叨准备去后街一家新开的面馆吃面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去食堂吃。你是去食堂还是去医院啊？我手上还有工作没做完呢，今天没空去医院。行了行了，我们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走了啊，拜拜。师兄啊，辛苦了。老大，小白，唠叨已经按计划把假的指纹传到数据库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家伙正在守株待兔，等待时机下手。待会儿你和我一块上去。明白。是老徐的，接吗？接，看他说什么。喂，老徐。锦溪，我刚看到指纹的结果，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指纹是我的。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需要我配合吗？不用，我现在先不跟你解释什么，你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了。我先挂了。老徐完全什么都不知道，彻底排除嫌疑。小段，你守这儿。好，继续，走电梯。好。去那边。冷面。这边。冷面。冷面。听我数到3，醒过来。1、2、3。冷面，怎么样？许南博，许南博。冷面，你那么喜欢枪，开枪啊！果然是他。
喂，小专，许南波打伤了冷面，你守住出口，别让他跑了。是我把许南博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刚刚什么都不知道。冷面，不怨你，是他催眠了你，让你完全没有了防御能力。快，跟我来，快！好，快！喂，小专，老大，许南博开车要跑。堵住他！好，我知道。快！等等，带上我！各单位请注意，各单位请注意，许南博正由中山路向兰丰路方向逃窜。坐稳了。许南波现在正在往东南方向逃窜。老大，小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设了一个局，说有一枚有决定性证据的指纹被恢复了。即使偷做指纹膜替人打卡上班的人都能认清楚自己的指纹，何况是我们警察，有枪有指纹登记。所以我给每个人发的都是各自的指纹。如果是5年前的参与者，那他一定会做贼心虚去偷那枚指纹。我们让冷面在警局守株待兔，等着那个家伙行动。许南博果然上钩了，只是可惜他催眠了冷面，还打伤了他。大家要注意，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明白了。快！小师妹，他减速了。再见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是遥控炸弹。看来这个爆破狂人也上线了。小壮、老董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正在努力追上他，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壮，快！好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站住！赶紧离开这里！下车！
好啊。